各位，为了弥补过去这2年家庭主妇练习曲频道的散漫，我今年非常勤奋的在拍影片。端午节要到了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米粒分明又 Q 弹，有着清新口感、香气浓郁，感觉好像在讲广告词的桂圆芋泥紫米粽。绿色的麻竹叶因为带有一种竹叶的清香，所以它很适合用来包，比如说像台湾的南部粽啊，或像碱粽，以及像今天的这种甜粽。麻竹叶买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泡水6个小时，然后煮15分钟。接着把粽叶的2面都轻轻的刷洗一下，这边建议大家可以戴一个手套，比较不会伤到手。剪去较硬的叶脉这一头，不然在包制的时候很容易戳破叶子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紫米黑米总是傻傻分不清楚。我们今天用的紫米它是有糯性的，所以也叫做紫糯米或者是黑糯米。那黑米呢，它则是没有糯性的，所以我们也会称它叫做黑糙米。紫糯米跟这边的圆糯米，我们都要泡水6个小时以上，然后你就会看到，哎呀，这是花青素啦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圆糯米呢也被染上淡淡的紫色。我们准备一条像这样子有孔洞可以方便透气的蒸饭巾，然后把沥掉水分的2种米呢平铺在上面。您可以用您可爱的爪子在这个生米上面呢戳几个洞，方便它在蒸的时候可以透气。既然要蒸，我们把内馅会用到的芋头也放进去蒸，芋头15分钟，那米呢30分钟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来准备等一下拌饭用的材料：米酒300克，然后黑糖，我这边用的是日本的黑糖，很贵但是很香，还有桂圆100克。15 minutes later， 芋头蒸好了，我们趁热把这个奶油拌进去。如果你不想弄奶油的话，你可以改成是椰子油。好啦，其实应该等奶油在常温下融化再放进去，这里就是一个小失误。接着加上炼乳，或者你改成糖也可以。这边呢就让芋泥有淡淡的甜味就可以咯。哦，对，芋头这边我蒸15分钟，是因为想让它保留一点那种块状的口感。30 minutes later， 生米煮成熟饭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刚才的米酒、桂圆跟黑糖呢，把它拌进去，趁热。各位，现在钢盆里面的4种食材米、桂圆、黑糖、米酒，它们的香气已经非常浓郁了，但我们还需要一个秘密武器，可以让它香上加香，就是噔噔噔噔，干燥的桂花。如果你们闻到这扑面而来的桂花香，真的会原地啪啪啪啪飞起来。刚才那是翅膀声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拌好的米饭呢，再铺回这个蒸布上，然后我们要再回蒸20分钟。内馅除了刚才制作好的芋泥之外，我们还有蜜枣以及核桃2种不同口感的食材。为了保留核桃的脆口性，我不把它碾碎，而是把它1分为4，这样咬起来就会 crunch crunch。然后把它拌入芋泥里面。刚刚回蒸的米饭呢，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凉。我们把刚刚拌好核桃的芋泥呢分成16块，那里面呢我们要塞进1颗蜜枣，接着把它揉成像这样子的椭圆形。这一款紫米粽呢，我们要把它包成稍微长形的，所以2片叶子交叠在一起的地方呢，大概是1/3处。
然后我们借助2只手的中指呢，像这样子把它折成一个三角锥状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尾巴要比较长一点。因为糯米的粘性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准备1碗这个冷的开水，方便手呢可以操作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米带100到110公克，然后把它分成2次，第一次先铺底，然后放上馅料，然后再把剩余的这个紫米饭呢把它铺上去。你们看，这比我们之前做过的粽子呢都还要长。把叶片两边多余的部分呢，靠你的拇指跟食指呢把它按压下来，就会形成粽子的2个角。然后我们把第3个角呢也把它折出来。掉个头，我们要来绑粽子咯。取一条棉绳，那在下面这边呢，我们大概留10公分左右，然后到对角线的这个角去，然后开始这样子绕着圆圈，等距的，然后把它绑起来。绑着绑着，突然间就想到之前看过的一本食谱书，叫做《烤鸡的50道阴影》，大家可以去找来翻翻看。好，最后我们在这边绑一个活结，那粽子就绑好咯。现在我们要做最后一次回蒸，这一次呢要蒸30分钟。出炉咯！我们来品尝看看。哇，这个成色非常的美，而且已经可以闻到它的香气了。紫米虽然是有糯性的，不过它也保有糙米的那种口感，就是它不会是那种非常的软烂。你可以在口腔里面感受到它的粒粒分明，但是呢，用舌头轻轻推一下，它又马上化开，然后你会品尝到带有颗粒状却又绵密的芋泥，而且还有核桃，它的脆度还在。哎呦，然后我觉得我最好的设计就是中间夹的那一颗蜜枣，被我吃掉了。就是它可以达到一种解腻的效果。当然桂圆跟桂花的香气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。这就是今天的桂圆芋泥紫米粽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以及订阅家庭主妇练习曲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